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哈。今天是第140题啊，所谓的 Word Break Two 啊，这是一个难题。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题目，它的题目是说它给一个字串啊，字串名称就叫 S， 然后再给一个所谓的字串的字典啊。Dictionary of Strings 好，所以它的变数名称就叫做 WordDict， 然后它是要你去 construct 一个句子啊，就是说在这个字串里面呢，你要加 space，那也就是说，每个字呢当中的每一个字呢，它确实是一个有效的，在这个字典里面啊，请你将这样所有的可能的 sentences 所有的句子呢，将它传回来可以用任何的顺序这个确实是一个难题好。那这边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说，相同的字在这个字典里面呢，它可以被多次的使用在这个sentence 里面当中的一个片段。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里的例子。所以这里的例子是说，这边我给一个叫 cats and dog。那它这边的 WordDict 它是有 cat 单数 cats 复数 and send dog， 所以我们看看它的一个答案，所以这边你就可以将它做字的分割所以在这边我们看一下这里 cats and dog， 或者呢是 cat 单数的 cat send dog。 好，那这个问题这个例子，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 S 呢，它是给 pineapple pen apple。 好，那它的 WordDict 里面的string 呢比较多，有 apple pen apple pen pine pineapple 有好几个。我们看一下它这里的答案它这里呢其中一个可能 pine apple pen apple， 所以这边的一个分割字，它确实也都是在这个 WordDict 里面另外一个可能 pineapple pen apple， 那第三个可能 pine apple pen apple。 好，这是第二个例子。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例子它这里的 S 是 cats and OG 这里面它的 WordDict 它有 cats dog send and cat。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如果做可以发现呢，无论你怎么切割，实际上它都没有办法就是说它那个片段都是在这个 WordDict 里面所以这个例题的答案是原则上是一个 empty。 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 constraints 这个当然就跟我们在考虑它的时间复杂度呢、空间复杂度是有关联的。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原则上它的一个时间复杂度应该是，所以这边的时间复杂度应该是非常的高啊。我们光是看这样的题目，那 S 这个字串呢，它最大长度是到20啊，基本上它就设的比较短一点。那我 dict 它的那个长度，它最长可以到1000。那每个在 word dict 里面的那个字串的长度最长是到10。那原则上它这里面只有小写的英文字母。那在这个 word dict 里面，所有的字串都是唯一的啊，所以它不会有重复出现。那所以说产生的这个答案，它的一个长度，它不会超过10的5次方啊，也就是不会超过10万。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它的constraints。好。那我们怎么去解答呢？我们很快的先看我们其中一个解法。好，我们其中的解法是就采用所谓的动态规划哈，所以我们这里的动态规划基本上是采用递回再加上记忆体哈。那因为基本上它是处理字串的，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是用到C++ 的 hash table 啊，主要我们这里是用到 old map 啊。那在这边的话，它基本上它是 string 对应到string 的 vector 啊，所以这个在处理上应该是比较适切的一个资料结构。那所以在这边一个主要的部分，当然就是透过所谓DFS 的这样一个函数，那我们丢进来的参数有 S， 那也有所谓的 word dict。好，那我们当然先看这个 S 这个 string 呢，它是不是已经在我们这个 DP 里面啊？我们在我们 DP 里面啊，如果是已经在的话，我们就return DP 在S 的值。好，那我们在这边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当然就是我们在递回的部分我们要去考虑的。好，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在这边我们的定 ANS 好，那它的形态是vector of strings。如果 S 呢是 empty 的话，我们当然就后面我们就加一个 pushback 起一个空的一个字串，然后我们就将 ANS 呢就将它 return 啊，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那其他的情形，我们将 word dict 里面所有的字串呢，我们透过回圈呢，跑一次。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先计算W 它的一个长度。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就用一般 C++ 的 substring 当中的子字串的一个方法。当然这边的话 index 是从0，然后它的长度是 sc 啊。如果它是等于 W 的话，我们就做下面的事情啊。所以原则上它就是剩下的部分 rest。那我们这边就定为它是用递回去呼叫 DFX 呢，在 S 它的 substring 从 index SZ 开始，好，那后面这边当然第二个参数当然也是 by 我们这边的 word dict。好，那在一层的回圈啊，内层回圈，在 rest 当中的所有的 string 啊，那我们去看看R 是不是
empty 啊，如果是 empty 的话，我们这边当然后面就加上一个空的字串啊。如果不是 empty， 我们当然就加上一个 space 啊，然后后面再加上 r。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实际上呢，可以比较快速的一个解答，这是其中一个方式啊。我们几个月前当然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那其实有一种方式是所谓的透过 try 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在解另外一个方法之前，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什么叫做 try 啊，会有人也把它念成 tree 啊，看看怎么念。基本上它是一个树状的一个结构，那又称为所谓 dictionary tree， 或者是一般来讲 prefix tree 啊。那基本上它这样的一个资料结构呢，它是可以快速的找在只要是大批的一个字串当中的字串它是否是存在，而且主要是 try 呢，我们刚刚讲过，它又叫成 prefix tree 啊，因为它基本上它就是主要是包含相同的 prefix 啊前缀的文字啊在这个字串当中。那我们可以看这边这个是应该是维基百科当中的一个图哦，我们看这个图，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它这样的一个树状结构 try 啊，它大概是怎么样。但是这边来说的话，一开始这边呢，当然一般来讲，这边就是我们的 root。好，那我们可以看这边是 T 大写的 A。I， 好，那我们如果是要找下面一个，像这边的话是 to， 啊，它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这里 T 1，那它可以有 T， 有 Ted， 有 ten。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最右边的这个啊，这边的话，假设是 I。N in 啊，再一个 N in 啊，透过这样一个方式，这个当然需要花一点功夫去实做啊。我们在相关 LeetCode 当中很多问题其实都可以透过try 这样一个资料结构去解答。那我们看一下它一般的其中的一种可能的一个做法。好，我们当中看一个比较可能一个做法哈。当然在这里我们因为是采用 C++，为方便起见呢，我们就直接用 struct 啊，所以所有的东西它的成员通通都是public 啊，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也比较简单。那我们在前面我们先用全域变数是定义n 为26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只有小写的字母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的 try 的指标啊 nest 里面我们就用一般的阵列啊，里面就丢26个。那另外一个成员叫做 isEnt 哦，你就看它这个是不是一个单字啊？那预设的话当然是先给0。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先有一个 constructor 部分呢，我们都是先把它填为try 的游标当中的空。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为了避免所谓的 memory leak 的部分，所以我们这边多加了一个destructor 的一个部分啊 ，destructor 部分我们当然就是每个 nest 啊，我们只要看它是非空的话，我们就将它 delete 掉啊。这个来讲的话，在C++ 的记忆体上管理上来说的话啊，也算是一个课题。好，在我们这里有真正去使用的。也就是说，在这个 struct 里面，我们真正有使用的，实际上就是 insert 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啊，它的一个做法，基本上你就将 Word 当成参数啊，然后我们当然这边try 啊，里面它的那个指标的那个形态啊叫 not， 我们当然就一开始是this 啊，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 loop 啊，透过这样的一个回圈啊 Word 里面所有的字元，那我们去看它的 c 减掉小 a 的那个差，也就是说它所要摆放的那个 index 的地方，那我们就看 not 在 nest i 它是不是空啊？如果是空的话，我们就建立一个在 not nest 的 i 的地方，我们就建立一个新的 new 的 try 啊。那不管怎么讲，我们就一层一层的往下啊，一层一层往下。那我们最后的地方不是要把它加上，结束完之后我们要加 is and 的部分要讲，把它设为 true 好，所以这是一般的insert 的部分。那你除了 insert， 一般来说应该还有所谓的 search 的部分啊 ，search 的部分我们在这边并没有采用。我们基本上是将 search 的部分将它整合到我们的程式里面，但是我们可以这边看它的一个做法，其实跟 insert 其实也是蛮接近的一样也是透过回圈，然后我们这个Word 当中的每一个字元也是做如是的事情如果是 not the nest i 的地方如果是为空，你就直接就是它那个字元它就不存在嘛。好，那所以我们再透过这边下一层 not 等于 not 的 nest i 的地方，那我们最后来看看它是不是is and 的部分。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实际上来讲，我们就直接就整合在我们的一个程式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们主要还是透过 DFS 这样的一个，那基本上它也是一个所谓的 recursive with memo 的那就有记忆体的一个递回所以我们当然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recursive 的一个动态规划的一个做法。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先看如果说我们这边 start 从那个我们要开始的那个 s 的那个 index 如果是它已经等于 n 的话，已经到尾巴的话，我们当然就传回去是这样一个空字串如果它非空的话，我们就把它传为透过动态规划这样的一个方式DP 它的里面就把它丢为 star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当然就是要做这样下面如是的一个处理。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其实可以观察一下，它其实在这里面跟我们在 try 里面的 search 的一个做法其实是相当程度是蛮相近的蛮相近的。所以一样这边是有回圈的部分，回圈的部分当然就是我们一样我们的 IDS 呢就设为 s 在 i 减掉小 a 的那个差，那我们看看它是不是为not 在 nest 的 index 的值是不是为空如果是空的话，我们当然就 break 出来如果不是的话呢，当然我们就会再往下一层往下一层继续去找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 current perfect 我们当然就是把它加上我们这一次的字元到最后如果说我们确实找到了它是在最后结尾的部分呢，我们当然在这里我们就透过递回的方式去呼叫我们这样的一个 DFS 的函数那设为它的 rest， 然后后面的一个做法，这也是跟
前面做法就蛮类似的啊，所以我们的 ANS 后面就 push back current perfect 再加上我们这样的情形。好，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在 DFS 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主要呼叫的在 work break 这个主要的一个函数呼叫部分啊。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当然这里也是先将 word dict 当中的所有的 string 啊，将它 insert 到我们这个 try 里面啊。然后我们的 DP 用它的 size 呢是 n+1 啊 ，n+1，然后我们直接就 return 我们 DFS 里面当中参数带s 后面带0，好，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得解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在 LeetCode 实作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相当多的问题，其实都可以采用 try 的方式去做。好，这边这个是208题，就一般我们要实作 try 的一个题目。好，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前面应该都有讲。好，所以这个上面部分当然就是try 它里面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只有 insert 啊，它 search 的部分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做啊，就是透过刚刚所说的，将它 search 部分整合到 DFS 当中。当然前面在这里当然必须要先作为像 try 这边作为是那个成员啊，我们的 DP 的部分等等。好，那这边我们将它 run 一遍。好，那我们 submit 看看。好，所以我们的一个成效其实是非常的良好。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